接下来的日子，越来越多参加狩猎的人来到了此处。楚风粗略估计，参加这场狩猎的人起码有几十万人，几十万冥界灵师，但是能得到奖励的只有100人而已。楚风不明白为什么还有这么人来参加这场狩猎，因为有些人冥界灵师等级很低，以这种实力，莫说获得冲击前100名，进入狩猎场内，怕是会有生命危险。因为楚风已经得知此次狩猎的规矩以及狩猎方法。其实这所谓的狩猎场就是一座大阵，这座大阵形成了一个小型的世界，这个世界内只有100岁以内的人能够进入，并且武力将会受到压制，能够使用的只有戒灵之术。人们要做的就是用戒灵之术捕捉猎物，所谓的猎物便是戒灵兽，而这戒灵兽其实也是一座阵法所化，并非是真正的生命体。既然是阵法，就会下达指令，戒灵兽的指令就是攻击遇到的所有生命体，所以若是实力不济者遇到强大的戒灵兽，那便是要倒霉的。而每只戒灵兽被击杀后都会化作戒灵骨，戒灵兽的等级不同，其死后所化作的戒灵骨数量也是不同。总之，如何判定狩猎名次，其实就是根据所得戒灵骨的数量，而狩猎期限为10日，10日之后大门开启，所有人都可以从中出来。但是传闻这次狩猎与往年不同，有了一项特殊的奖励，据说这个奖励价值不菲，甚至可与第1名的奖品相媲美，只是人们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奖励，所有人都在猜测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奖励。楚风，这个特殊的奖励应该就是那个丫头所说的吧？女王大人说道。如果她没骗我，应该就是了。楚风说道。那你觉得她有没有骗你？女王大人笑眯眯地问道。我觉得这次应该没骗我。楚风说道。终于到了狩猎开始的日子，足足几十万名100岁以内的小辈全部聚集到了仙冰山庄外的一片平原之上，所有人都跃跃欲试，脸上挂着兴奋以及紧张的复杂之色。值得一提的是，宋喜并没有打算参加这场狩猎，从这一点来看，宋喜相比于在场的不少人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很快的，仙冰山庄一位长老走了出来，这是一名身穿黑色长袍，有着一头火红色长发以及火红色胡须的老者，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如同猛兽在咆哮一般。他就用这样的声音把狩猎的规则再度讲述了一遍。我宣布，这场狩猎正式开始。忽然，那老者掌心打开，一道光芒球体出现在其掌心之上，出现了一个光芒球体。随后，他将光芒球体向下方一丢，一声巨响传来，那光芒球体竟然瞬间扩大，化作了一个直径足有1000米的光芒体。这是一座结界大门，穿过这道结界大门便是狩猎场。这一刻，所有人都是拔空而起，向那光芒璀璨照射四方的结界大门掠去。可是楚风注意到，有人成功的掠入其中，但也有人在靠近结界大门之后，如同撞在了棉花上一般，被弹射了回来。这种人无论反复多少次都无法成功进入，都会被弹射出来。此时楚风才知道，原来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进入这狩猎场的。根据楚风观察，在场的人有几十万，但是最终能够成功进入狩猎场的，能有1、2万人都是不错了。因为这座结界大门应该有着感应的力量，只有戒灵之术达到标准者才能成功进入。楚风倒是觉得这种阻隔的方法很好，至少这避免了那些实力不济者进入其中却丧生的风险。兄弟，看什么呢？楚风对宋喜说道。虽然宋喜没打算参加这场狩猎，可却也跟随着楚风，他是来送楚风的。我在想，他们会不会对付我呀？宋喜有些胆怯地说道。原来他所望着的方向是一座浮于虚空之上的观看台，在那观看台上聚集着仙冰山庄一些长老以及仙冰山庄的小辈们。但是除了仙冰山庄的人外，还有几十名小辈，这些小辈正是处世天族的那些人。处世天族的人果然高贵，无论到哪里都能得到上宾的待遇。不用怕，等我进去后，你就进入仙冰山庄，他们应该不会对你如何。楚风说道。好，那楚风，我现在就去了。宋喜说道。他实在有些害怕，尤其楚风不在身旁，他就更没安全感了。去吧，楚风说道。说完此话，楚风也是抬起头看了楚宪硕等人一眼，随后便拔空而起，掠入了那道通向狩猎场的结界大门。宪硕大哥，我刚刚好像看到那小子了。观看台上，楚世天族一名小辈说道。哪小子？楚宪硕问道。就是那个叫楚风的小子。那位小辈说道。原来是那个混账，他竟然还没有赶紧离开，还敢来参加这场狩猎，他还真是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啊。楚宪硕讽刺地说道。宪硕大哥，我们这就进去教训他一番。其中几名小辈站出来说道。你们能对付得了他吗？楚宪硕问道。宪硕大哥，你可别忘记，这狩猎场虽然是仙冰山庄的宝物，但却一直都是咱楚世天族的地盘，在咱们自家的地盘，我们还收拾不了那小子吗？你也太看不起兄弟几个了。其中一位小辈说道。哈哈，去吧去吧，你们都去吧，可别丢了咱楚世天族的人。楚宪硕说道。宪硕大哥，你就放心吧，我们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呀？随后楚世天族的那些小辈便也纷纷掠入了那结界大门，唯有楚宪硕还坐在观看台上，一副悠哉模样。宪硕兄，这一次还要等到最后1日再进去吗？仙冰山庄的小辈问道。反正每次结束的时候，第1名都是我又何必急于一时？有那时间，还不如在此处休息一番。楚宪硕说道。这倒也是，宪硕兄实力强劲，无人能敌，哪一次不是横扫这狩猎场？就连我辈也是自叹不如。仙冰山庄的那些小辈都附和地笑了起来，随后各种花样的拍着楚宪硕的马屁。此刻，楚风已经进入了狩猎场，终于看到了狩猎场的庐山真面目。这狩猎场很大，楚风此刻身处在一片丛林之中，可是透过天眼，楚风也能够看到远处有山脉，有平原。这狩猎场比楚风想的要大。而进入此处后，楚风也是注意到，许多人在进入此处后根本就不打算移动，而是一直待在这丛林之中。而听到他们的谈论之后，楚风也是终于知道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明明不具备争夺奖品的实力，却还要进入此处参加这场狩猎了？原来他们进入此处根本就不是冲着狩猎来的，而是为了名誉。正因为这狩猎场的入口有着一层屏障，而穿过屏障进入这狩猎场，也等于是通过了狩猎场的认可。这对于戒灵师来说，可以说是一种戒灵之术认可。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想必对于他们来说，只要能够进入这狩猎场，就足以让他们有人吹牛皮的了吧？楚风没有理会这些人，而是径直地朝着夏雨儿所说的那只特殊的戒灵兽的方向行去。然而楚风却并不知道，几乎就在他刚刚离开那入口之际，楚氏天族的那些小辈便纷纷冲了进来。他们是为了收拾楚风而来，怎么没了？明明他也是刚刚进来。可恶，这小子是知道咱们要收拾他，所以逃走了吧？楚氏天族的小辈一脸不爽，这还不简单？想要找他，随便找个人来问问不就行了？此刻倒是一名女子站了出来，她的手中竟然有楚风的画像。妹子，还是你聪明啊！看到这画像，楚氏天族众小辈赞不绝口。你们全都给我过来！有人指着蹲守在附近的人们大喝一声，这一嗓子很是响亮，吓得那些蹲守在这周围的众人赶忙聚集了过来，一个个面色惶恐，充满了不安。毕竟对于他们来说，楚氏天族的少爷小姐简直就如同煞星一般，是他们不敢招惹的。谁看到了这个人？你们之中谁告诉我他去了哪个方向，我就给他奖赏。楚氏天族小辈指着楚风的画像对众人问道。我知道，我看到了这个人，他向东南方向去了。一位黑脸的男子说道。我也看到了，的确是向东南方向去了，并且跑得很快，眨眼间就没了。但是他进来之后稍微听了一下，所以我看清了他的脸。在此之后，陆续有许多人开口，他们的答案基本一致，那就是楚风所去的方向就是东南方。走。得知这个情况，楚氏天族小辈便准备去追赶楚风。大人，说好的奖赏呢？那黑脸男子倒是一个胆大的主，见楚氏天族的这些小辈要走，竟然真的开口要赏。而当那位黑脸男子开口之后，那些先前开口之人眼中也都露出了期望之色。毕竟楚氏天族少爷小姐的打赏，那一定是价值不菲的宝物。蠢货！可谁曾想，就在这时，楚氏天族其中一位少爷抬手便是一掌，此掌乃是武力所化，可却也具备着极强的攻击性，直接将那名黑脸男子轰飞到数米开外。落地之际，胸口都被洞穿，已经昏死了过去。奖赏留你们狗命，便是对你们的奖赏。那位出手的楚氏天族少爷说道。说完此话，楚氏天族众小辈皆是讽刺的大笑起来。在这种讽刺的笑声中，向楚风所行的方向追了过去，只留下那浑身发抖的众人。他们似乎知道此刻才真正的见识到楚氏天族小辈的蛮横无理、横行霸道。楚风根本就不知道楚氏天族的小辈正在追击自己，因为楚风速度很快，凭借楚氏天族的那些小辈根本就无法追赶上楚风，早就被楚风甩得远远的。虽然此处无法使用武力，能够动用的只有结界之术，可是身为蛇纹级仙袍界灵师的楚风，身为凯红大师传承者的楚风，身在这样的捕猎场内是绝对的如鱼得水。楚风虽然无法使用武技，但是他掌握着诸多阵法，这些阵法可能平日里没什么用处，但是在这里却终于得到了发挥的机会。此刻他脚踏一条长着翅膀的猎豹，快速的在空中飞行，速度之快，甚至让旁人根本就捕捉不到他的身影。在这捕猎场之内，凭借卓越的戒灵之术，楚风的实力盖过了所有人一头，他在这里简直就是主宰。一路走来，楚风也看到不少戒灵兽，这所谓的戒灵兽很像是妖兽，但是它们皆是光芒体，是阵法所化，并没有生命。因为楚风目标明确，所以倒是没有捕杀那些戒灵兽，而是马不停蹄地向东南方向行去。这种全力赶路之下，楚风终于走到了尽头，抵达了夏雨儿告诉他的地点。这是一片很大的区域，哪怕是楚风的天眼一眼望去也看不到边际。而一路走来，楚风也是注意到，在这片区域有着很多戒灵兽，多，真的是非常的多。一路走来，楚风从没见过这么多戒灵兽，并且这里的戒灵兽普遍实力都比较强横，非其他戒灵兽可比。只是楚风已经快速的在这片区域兜了一圈，仔细的搜索了一遍，但是他却并没有看到夏雨儿所说的那只戒灵兽。哈哈，楚风，你猜错了，那个丫头又骗了你。此刻女王大人哈哈大笑，他已经断定根本就不存在夏雨儿所说的戒灵兽，楚风是被骗了。这个该死的丫头，以后一定要好好收拾她一番不可。楚风撇了撇嘴，但是他却并没有就此离开，相反，楚风还跑到这片区域之外，在这片区域外布置了一座隐藏大阵，将这片区域封锁起来。这座大阵有一个好处，就是外人来看以为自己已经走到这狩猎场东南方向的尽头了，可实际上前方还有着一大片区域，只不过那一片区域被隔绝了。楚风之所以要布置这座阵法，就是要独占这一片区域，因为这片区域的戒灵兽实在太多了。楚风觉得就算没有那只戒灵兽，但是楚风将这片区域的戒灵兽全部猎杀的话，也会收获极大。在布置好这座封锁区域的隐藏结界后，楚风便独自一人进入这片区域，开始了猎杀。而在楚风尽情的猎杀之际，那群楚氏天族的小辈们也终于是追了过来。怎么没人？可恶，被骗了！那家伙根本就没来这里。楚氏天族的小辈受楚风暗道隐藏结界的蒙蔽，以为已经走到了东南方的尽头，而他们在附近仔细搜索了好几遍，却根本就没有看到楚风的踪影，所以断定楚风根本就没来这个方向，他们是被骗了。该死！我们这就去找那些人算账。先前对那黑脸男子出手的少爷很是愤怒地说道。算了，狩猎已经开始，先别与那些垃圾一般见识，不要因为他们而耽误了正事。有人说道。也是，咱们可不能让仙兽大哥看了笑话，还
还是先捕杀界灵兽吧。好，那咱们分头行事。处氏天族的众位小辈决定之后，便纷纷离去，但也有8男2女选择留在了此处，因为他们印象中这片区域的界灵兽非常之多，是捕杀界灵兽的绝佳地点。怎么回事？我记得往年这里界灵兽很多呀，怎么今年这么少啊？捕杀片刻之后，处氏天族的这10名小辈也是意识到了不对，有没有感觉今年这片区域好像变小了？一名女子说道。何止小了，简直小了太多了。其中一名男子说道。可恶，这一定是仙冰山庄为了针对咱们而改变了狩猎场的地形，那怎么办？莫非放弃这里吗？不行吧，这里的界灵兽虽然不如往年，但却也是界灵兽较为密集的一个区域，就这么放弃岂不是可惜了？我有一个主意，往年参加这场狩猎的人都知道这里是咱们的地盘，所以基本没人敢到此处来。就在此刻，其中一名女子忽然说道。今年咱们可以对外宣布，咱们放弃这里，让他们来这里捕猎，而咱们到其他地方去捕猎，等到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再回来，而那个时候想必那些人已经将这里的界灵兽捕杀的差不多了，咱们直接抢夺他们的界灵骨不就得了？那名女子一脸得意地说道。好主意，就这么定了。听得这名女子的建议后，处氏天族的其他几位小辈一拍即合，而决定之后，他们便立刻实施，准备去坑害这附近的无知之人。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在他们费尽心思想要多获得一些界灵骨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已经被楚风所坑了。眼下楚风正独自一人享受着那片浩瀚的区域，捕杀着那片区域内的界灵兽，而往年那片区域可是属于他们的，但是现在只属于楚风自己。一声如雷鸣般的声音响彻之后，大地也是随之颤动起来。几十只长达30几米、高达10几米的猛兽正在快速地奔跑着，这些猛兽为半透明状，浑身散发光芒，不仅看似神圣，更是凶神恶煞。若是寻常人看到这样的猛兽，早就吓得屁滚尿流，转身便逃了。可是眼下却有一个人脚踏长着翅膀的猎豹，正在追逐着这些猛兽。别看那猎豹的身躯只有几米长，可是它的翅膀却有10几米长。眼下它的翅膀正以极快的频率扇动着，可能是与它的翅膀有关，所以它飞行的速度也是快得不可思议。很快的，那猎豹便追上了这群猛兽，而站在猎豹上的人，其掌心张开，竟有一道金灿灿的网状物体漂浮在掌心之中。猛然间，他手臂一扬，那道光芒体便飞掠而出。此物掠出，急速扩大，眨眼之间，竟然化作了长达几千米的巨网。此网遮天蔽日，从天而降，将那几十只猛兽全部笼罩在了当中。笼罩之后，金色的大网便开始收缩，如同利刃一般割开猛兽的身躯。猛兽不断发出咆哮，释放出一层又一层力量，想要挣脱，然而没有任何用处，最终只能被那大网活生生的抹杀。而当猛兽死后，竟然化作一片金灿灿的骨头，这骨头全部一个模样，别看只有2尺长，却散发着微微光芒。虽然死去的猛兽只有几十只，可是所化的骨头却有几百个。男子大袖一挥，吸力涌动，这些骨头便纷纷收入了他的乾坤袋内。而这名男子不是别人，正是楚风。他先前所猎杀的便是界灵兽，收入乾坤袋内的便乃是界灵骨。自从楚风踏入这片狩猎场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半日的时间，而先前所杀的界灵兽也是这片区域所剩下的最后一批界灵兽。只是半日的时间内，楚风猎杀了将近上万只界灵兽，收获了10几万个界灵骨。真是想不到，这么一片区域的界灵兽竟然花了我足足半日的时间。尽管收获颇丰，可是楚风却并不是太满意，因为他起初真没想到将这片区域封锁之后，却也要花费这么久的时间。毕竟对于楚风来说，在自己封锁了这片区域后，再猎杀这些界灵兽，明明已是瓮中捉鳖，应该很是容易才对。可是奈何这些界灵兽虽然是阵法所化，可是具备的灵智却比楚风想象的要高。原来只有当他们面对实力比自己弱的人之时，才具备强大的攻击性。可是当他们面对实力比自己强的人时，他们便会立刻逃脱。最主要的是，他们竟然能够感应到危险。哪怕楚风故意隐藏气息，可是当靠近他们一定距离后，他们还是会发现楚风，随之便会立刻逃窜。所以楚风等于在这里与这些界灵兽玩了半日时间猫捉老鼠的游戏。不过总算还是将他们全部收服了。在本女王看来，你这半日的收获可谓非常之大，就是不知道你猎杀的这些界灵骨到底够不够获得第1名的。女王大人说道。根据一路走过来所观察到的情况，这片区域界灵兽的密集数量是其他的地方的几10倍之多。楚风将这群片区域的界灵兽全部猎杀，可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收获。这样的收获怕是其他人想都不敢想的。只是女王大人却也不确定，只凭借在这里收获的界灵骨是否就足够楚风获得这场狩猎的第1名。毕竟他们也只是从入口处直接来到了这里，并没有将整个狩猎场探索完。他们并不清楚狩猎场的其他地方是否还有比这里的界灵兽更密集的区域。反正才刚刚过了半日时间，我大可以再继续猎杀。楚风说话间便调转身形，向来时的方向行去。楚风这次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拿下狩猎比试的第1名，所以哪怕自己现在收获颇丰，可他也不敢有一丝懈怠。很快的，楚风便来到了他所布置的隐藏阵法的区域。虽然从外面来看，别人根本看不到楚风，以为那阵法便是这狩猎场的边际，可是楚风却能够清晰地看到外面的情况。那不是处氏天族的小辈吗？他们在做什么？楚风忽然停了下来，因为他看到了处氏天族的10个小辈，其中8个男的，2个女的，而除了他们之外，在场的还有足足几百人。这些人竟然全部跪在地上，正在从他们的乾坤袋内将界灵骨取出，纷纷交给处氏天族的那些小辈。这该不会是在抢劫吧？此刻
就连女王大人也很诧异，她早就知道处世天族的这些小辈很不是东西，但却没有想到竟然这么不是东西。他们竟然卑鄙到了抢劫他人战利品的地步，应该没错了，就是在打劫。只是这样做不违反狩猎的规矩吗？楚风陷入沉思，他记得这场狩猎并没有规定可以互相抢夺战利品，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可以进行抢劫，但是却也没有规定不可以进行抢劫。依我看，这场狩猎本就是残酷的，只要不杀人，没什么是不可行的。女王大人说道。大人，我觉得你这样不对。就在这时，那跪在地上的几百人中，一名女子忽然大喝一声。这名女子也是一名小辈，她的年纪大概也有80多岁了，可是她的面容却是一个少女的样子。但值得一提的是，楚风看得出来，她并非故意伪装了面容，而是天生长得比较年轻。只不过这名女子长得很是一般，可以说是那种放在人群中便不会引起他人注意的那种人。可是别看这名女子长相一般，但是在她的眼眸之中却散发着一抹坚毅和倔强的目光。这种目光，那群跪在地上的人中只有她有。大胆，区区刁民，敢说本少爷不对。站在女子面前的是处世天族的一名男子，这个男子长了一张如同马一样长的脸。此刻他正以训斥的口气对女子反问着，这是我们辛苦捕杀界灵兽得到的，你抢夺我们的，自然不对。女子说道，我也不妨告诉你们，为何我处世天族小辈只要来参加这场狩猎便能够获得奖励，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我们全都靠抢，通过抢夺使得其他人的界灵骨不可能超过我们，这就是我们获胜的方法。处世天族的那名马脸男子说道。他说这话的时候，眼中不仅没有丝毫的过意不去，竟然还充满利奥得意之色。你们这样做，难道仙冰山庄就不管吗？那名女子问道。仙冰山庄算什么东西？他们敢管我们吗？处世天族的那名男子问道。可是你们来到此处，还是要按照仙冰山庄的规矩做才对。那名女子倔强的说道。少他妈废话，快点给我拿出来！处世天族的那名马脸男子怒了，抬腿便是一脚，直接将那名女子踹翻在地。除非你们打死我，否则我是不会给你的。女子说话的时候，嘴角已经溢出了血迹，可是她不仅没有妥协，反而紧紧地抓住了自己的乾坤袋。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既然你这么想死，那我就成全你。处世天族的马脸男子勃然大怒，且在他说话之间，楚风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了浓烈的杀气。他身为一名男儿，欺负一名女子也就罢了，竟然一言不合还要痛下杀手，这是何等的无法无天！住手！眼见不妙，楚风不再坐视不理，立刻大喝一声。楚风这一声如雷鸣，还要刺耳，震得虚空都在微微颤动。忽然之间传来这样一声巨响，吓得处世天族的那名马脸男子顿时身体一颤，险些栽倒在地。但是下一刻，他的眼中便涌现出了无比的愤怒，心想在这里有谁敢对他这般大呼小叫？可是就在那马脸男子以及处世天族的其他9位小辈将那愤怒的目光投向楚风之际，他们却瞬间迷茫了，因为在他们所望的方向竟然一个人都没有。处世天族的众位小辈面面相窥，一脸的不知所措。他们明明听到那个方向传来了一声怒喝，可是为何无论怎么看，只能看到这狩猎场的边际，却根本看不到那怒喝之人？莫非是错觉？可是先前的声音那般清晰，又明显不是错觉，是在找我吗？然而就在处世天族众位小辈不解之际，楚风则是从那边际之中踏出，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是你！当处世天族的这10名小辈看到楚风之后，都是一愣，显然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个人会是楚风。而与此同时，那些跪在地上的人也都是一脸的惊讶，他们看得出来，眼前这个年轻人也是一个小辈，可是同样身为小辈，有谁胆敢与处世天族的小辈这般说话？他们下意识的便觉得，眼前的年轻人绝对不是寻常之辈，真是寻得天涯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们四处找你找不到，你竟然送上门来！这一刻，处世天族的小辈脸上不仅涌现出了一抹喜悦之色，与此同时也都露出了狰狞之容。他们是想要对楚风出手。等一等，你是怎么从那里出来的？可忽然间，处世天族中的那位马脸男子开口问道。看来你们之中倒也不全是傻子，还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楚风讽刺地说道。快说，怎么可能？直接从狩猎场外走进来？那位马脸男子厉声呵斥道。在他们看来，楚风是直接从那边际进来的，所以他便以为楚风是直接从狩猎场外闯进来的，但这很不合常理，所以他才想疑问究竟。狩猎场外，可你们仔细看看，这究竟是什么？楚风说话间，大袖一挥，下一刻，楚风身后的画面便开始变得扭曲起来。很快的，那画面竟然化作道道金光，如同金色的雾气一般，消散在半空之中。下一刻，那被楚风遮挡，一眼望去也看不到边际的浩瀚区域，也终于是浮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原来是这样，那竟然是一座阵法！可恶，我们被骗了！处世天族小辈恍然大悟，得知自己被欺骗，顿时怒从心起，脸色大变。不对，就算有人伪装了此处，可是你又是怎么知道那边际乃是阵法所化的？又有人对楚风质问道。他们显然还没意识到，那阵法就是楚风所布，因为这座阵法是我所布置。楚风说道。可是楚风此话一出，却换来了处世天族10位小辈的轰然大笑。显然，哪怕楚风亲口说出，可他们也根本就不相信这座隐藏阵法是楚风布置出来的，因为打从心底里，他们就看不起楚风，觉得楚风就是一个废物。你若是能布置得出如此阵法，那我便能够创建出这样的狩猎场。如果他能布置得出这样的阵法，那我就能够创造出大千上界。吹牛谁不会？但你也吹得真一点啊！处世天族的这10名小辈，无论男女，都在尽情地嘲讽着楚风。然而，对于他们的嘲讽，楚风却是不以为然。你们相不相信都无所谓，你们只需要知道，
我们之前的账该算一算了。楚风说道。我没听错吧？你居然要找我们算账？你可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竟敢与我们说这种话！你是不是忘记，你如同死狗一般趴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了？楚氏天族的小辈对楚风投来了鄙视的目光。对于楚氏天族小辈的话，楚风则是淡淡一笑道：我保证，你们今日不仅会像狗一样趴在我身前，还会向我求饶。妈的，竟敢口出狂言！我看你是找死！这一刻，楚氏天族小辈勃然大怒，说话间便纷纷出手。他们10个人几乎同时布置出了结界阵法，金芒璀璨，杀机毕露。这是一种攻杀阵法，威力谈不上很大，可是在他们看来，重创楚风已是足矣。事实上，他们也不想将事情闹大，所以还故意留手了。然而，当他们布置结界之际，楚风就看清了他们的实力。这些人全部都是龙纹级黄袍界灵师而已，在重纹级仙袍界灵师都不是，在楚风面前根本就是不堪一击。只见楚风大袖一挥，那绚丽的10道阵法攻击便如同雾气一般，被楚风掀飞开来。什么情况？楚氏天族的小辈傻眼了，因为他们打心眼里就看不起楚风，所以觉得他们轻而易举的就能将楚风重创。可是眼下的情况却让他们有些捉摸不透。楚风明明连结界之力都没有使用，是怎么破开了他们的攻势的？莫非你还可以动用武力？楚氏天族的那位马脸男子问道。能问出这种话，你真是无脑。楚风讽刺地摇了摇头，胆敢辱我，你这是找死！此刻，马脸男子大喝一声，便再度向楚风发动攻势。这一次，他凝聚的攻杀阵法可以释放出数种兵器，那兵器虽然不大，只是正常的体积，可去威力不凡。再加上那些兵器数量极多，所以密密麻麻的攻向楚风之际，已是封住了楚风的退路。他这一次可不仅仅是要重创楚风那么简单了，他是要杀了楚风。盛怒之下，他竟然要对楚风痛下杀手。然而，楚风袖子再度一挥，不仅那漫天的兵器瞬间消散，就连马脸男子的阵法也是瞬间消散，甚至一股无形的飓风直接将那名男子吹翻在地，大口的鲜血不断的自其口中喷洒而出。楚风只是轻轻一击，竟然就将他轰成了重创。至于楚风所使用的手段，自然是结界之术，只不过楚风的结界之术有些隐蔽，所以在他们看来，楚风使用的根本就不是结界之术，更像是使用了武力。可是那又不像是武力，至少他们感受不到武力，所以他们连楚风在动用什么手段都不清楚。混账，你竟然作弊！楚氏天族的小辈愤怒地说道。作弊？我真为你的智商而感到担忧。楚风说话间，袖袍再度一挥，一阵劲风吹过，便将那名说楚风作弊的小辈也直接掀飞开来。落地之际，那位小辈已是与那马脸男子落得了同样的下场，口中的鲜血一口接着一口的向外喷出。你竟敢杀我们！你是活腻了不成？楚氏天族的一名女子指着楚风质问道。她说这话的时候，竟然是满满的威胁之意。可是楚风却是不以为然，说道：公平竞争，你能伤他人，为何我不能伤你们？只因为我们是楚氏天族的人，你就不能伤我们？那名女子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忽然放声大笑。楚风笑得有些诡异，这种氛围倒是让那些楚氏天族的小辈有些毛骨悚然，因为隐隐约约间，他们注意到楚风身上散发的气息变了，他们在楚风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杀意。那一日，若不是星陨圣地的星翼长老出面，我怕是已经死在了你们的手中。现在你们竟然对我说这种话，你们难道不觉得可笑吗？楚风一边说话，一边向楚氏天族的众人走去，并且说这话的时候，楚风目光变得越发冰冷，一种肉眼看见的杀意在其眼眸之中疯狂的涌动。看到楚风的目光，楚氏天族的小辈顿时吓得瑟瑟发抖。直到此刻，他们才忽然意识到，这名叫做楚风的男子原来是一个无法无天之辈，他怕是真的敢杀了他们。快走！意识到事情的不妙，他们拖着那2个重伤的男子便准备逃脱。可就在下一刻，一股巨大的压力便从他们身后袭来，随后压迫的他们全部趴在了地上。此时此刻，他们如同死狗一般，已是难以动弹。你要做什么？我们可是楚氏天族的人，你若敢伤害我们，不仅你要吃不了兜着走，你的家族也要面临灭顶之灾。眼见无法逃脱，楚氏天族的小辈们便开始抬出自己的家族来做护身符。这位大人，手下留情啊！是啊，莫说这场狩猎严禁杀人，更何况他们乃是楚氏天族的少爷小姐。楚氏天族那可是这大千上界的主人，他们你万万不能杀呀！这一刻，那些跪在地上的众人之中，竟然也有不少人开始对楚风出言相劝，劝楚风不要杀害楚氏天族的众人。事实上，他们也是害怕受到楚风的连累，毕竟对于他们来说，楚氏天族太可怕了，是绝对不能得罪的。他们害怕楚氏天族的这些小辈死了，他们也难以脱掉干系。闭嘴！猛然间，楚风转过头来，对那些人大喝一声。此时的楚风凶神恶煞，眼眸之中杀意翻腾，简直不像是一个人，更像是一个凶神。看到这样的楚风，再加上那声震耳欲聋的怒喝，那些跪在地上的人全部吓得瘫在了地上。一时之间，没有人敢再说一句话。你们胆小如鼠，只能任人宰割，没人怪你们。但你们若要劝他人，如你们一般懦弱无能，那便是你们的过错。谁再敢废话半句，休怪我楚风对他不客气。楚风冷漠地呵斥道。楚风的声音比雷鸣还要震耳，每说一个字，那些的人的身体便颤抖一次。当楚风说完这些话后，他们莫说再劝楚风，就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不仅害怕，在他们许多人的脸上还涌现出了惭愧之色。楚风的话并非不无道理，事实上，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的确都很懦弱，懦弱到看到楚氏天族的人便唯命是从，打心眼里便没有产生过反抗之心。尽管
他们生活在这大千上界上，可能平日里人模人样，甚至在一些弱者面前还会有些优越感。可是只要遇到处世天族的人，他们便如同奴隶一般，卑微至极。而在训斥过那些人后，楚风则是再度将目光投向了处世天族的那些人，并且一步一步的走到了他们的近前。猛然间，楚风大袖一挥，一阵劲风掀起，那些趴在地上的处世天族小辈便全部坐了起来。此时此刻，他们的脸色全都变了，没有了先前的舍我其谁、高高在上的狂傲。此时此刻，在他们的脸上充满了对楚风的畏惧，尤其是那2名女子，更是吓得梨花带雨，哭成了2个泪人。你们想怎么死？楚风对他们问道。不要杀我们，不要杀我们，我求求你，不要杀我。你想要借灵骨，我们全都给你，求求你了，不要杀我们。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楚风此话一出，就如同一块巨石落入了平静的湖水，顿时掀起了滔天大浪。楚世天族的这些小辈爆发了，只是他们所爆发的并不是对楚风的反抗，而是求饶。他们此刻就如同寻常人一样，没有了高傲，没有了自负，也没有了高高在上的态度，他们有的只是不想死的信念。只要能够活下去，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此刻，那些原本跪在地上的众人，一个个都是面若呆鸡，这恐怕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处世天族的小辈如此卑微的向一个人求饶，那可是高高在上的处世天族的少爷小姐们啊！若不是亲眼所见，他们绝对不会相信处世天族的小辈原来也这么贪生怕死，原来也如此卑微。虽然处世天族小辈的求饶惊呆了那些旁人，但是楚风却早有预料。莫说他们，就算是那个楚宪说，也不过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主罢了。他们只有仗势欺人的心，却没有强者该具备的骨气。若想不死，我倒是可以给你们一个机会，就看你们听不听话了。楚风说这话的时候，眼中的杀气也是收敛了不少，就连语气也是随之缓和了一些。其实楚风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杀他们，至少没有打算在这里杀他们。毕竟若是在这里杀他们的话，连仙兵山庄都不会放过楚风，甚至楚风可能刚刚走出这狩猎场就会被抓住，然后交给处世天族处置。所以从一开始就只是想要吓一吓他们。显然现在的楚风已经成功了。我们愿意，不管是什么条件，只要你说，我们都愿意去做。处世天族的10个小辈一同说道。我知道你们一定有特殊手段，可以联系到处世天族的其他小辈，去把你们的兄弟姐妹们都叫过来，我就饶你们一命。楚风说道。好，我们这就叫，我们这就叫。听得此话，处世天族的小辈们皆是没有犹豫，他们纷纷取出了一颗特殊的珠子，同时将珠子捏碎开来，一种无形的力量便传播而去。这珠子是通信用的，虽然传播的距离很短，但是在这狩猎场内使用还是足够的。楚风知道，要不了多久，处世天族的所有在这狩猎场内的小辈都会聚集于此处，并且楚风也注意到，当捏碎那珠子后，处世天族的小辈们面容都有了些许变化，他们都不再那么害怕了，相反还有了一丝底气，甚至就连看楚风的目光都变了，那种目光就好像在对楚风说，你给我好好的等着，有你受苦的时候。对于这种情况，楚风倒也能够理解，他们定然是觉得，但那楚宪说到了，楚风就要倒霉了。他们的想法楚风都知道，但是他们却并不知道楚风的戒灵之术究竟有多强。过了大概半日时间，在远处便传来了耀眼的光芒，伴随着光芒而来的是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连大地也随之震动，并且那光芒越是靠近，那大地震动的便越是强烈。楚风投过天眼，可以清晰的看到，那金色光芒之中便是处世天族的小辈，有可能是这里的小辈传递出的消息，是危险的信号，所以处世天族的那些小辈才是有备而来。之所以他们有备而来，那是因为他们几乎全部都到齐了，天下间哪有这要巧的事？他们之所以会全部到齐，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们事先集结好的。他们此刻浩浩荡荡来，不仅是为了见他们的同伴，更是来收拾楚风的。果不其然，当看到那声势浩荡的光芒靠近之后，那站在楚风身后的处世天族的小辈们脸上都涌现出了欣喜之色，甚至时不时的还会从后面偷偷的瞪楚风几眼，就好像在说，你要倒霉了，看等一下怎么收拾你。没过多久，处世天族的小辈们便全部抵达了，他们全部都踩在一座如同莲花一般的大阵之上。这大阵是一种移动阵法，而散发金芒的正是这大阵。通过这大阵流转的结界之力与纹路，楚风看得出来，在他们之中有一位重文级仙袍界灵师。小子，是你捣的鬼！很快的，处世天族之中有一人站了出来，这是一名男子，长得很是英俊，一张脸蛋白皙如雪，就连肌肤也是非常的光滑，一眼望去简直如同女子一般。若不是他开口说话，那是响亮的男音，相信许多人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女娃娃。而楚风也能够感受到，那座金芒璀璨的移动阵法就是此人所布置，此人应该就是在场的处世天族小辈中结界之术最强之人。可是楚宪硕并不在这当中。楚宪硕呢？楚风问道。我再问你问题，你给我老实的回答。那名如小白脸一般的男子对楚风质问道。若是楚宪硕不出现，那你们今日怕是要如同他们一般了。楚风指了指身后的那10名处世天族的小辈。你什么意思？那小白脸问道。如同他们一样栽在我的手里。楚风淡淡的笑道。你找死！那名男子忽然大怒，说话间便凝结出磅礴的攻杀阵法，向楚风攻杀而来。在其对楚风发动攻击之际，那嘴里竟然还振振有词，大声说道，敢对我处世天族之人出手，你已是身犯死罪，今日我楚成坤便将你就地正法。他的声音很是响亮，并且威压四射，威风凛凛，传到众人耳中，让在场之人都会对其产生一种畏惧，就仿佛他就是天道，
他所说的话都会成为现实。可是就在他的声音传入众人耳中之际，只见楚风大袖一挥，那凶猛的攻杀阵法便化作道道金芒消散开来。这怎么可能？见到这一幕，莫说那位出手的人，就连先前见识过楚风手段的那10位小辈也是目瞪口呆，他们都没有想到楚风会强到这种地步。你能动用武力？那名小白脸发出了与楚氏天族那10位先前所发出的相同的问题。显然不是。楚风说道。那你是身怀至宝？那小白脸再度问道。也不是。楚风说道。不可能，你一定是身怀至宝，否则你凭什么？你凭什么能举手投足之间就挡下我的攻击？那名男子问道。你想知道我凭什么？很好，我就让你们知道我到底凭什么。楚风说话之间，袖袍再度一挥，下一刻磅礴的结界之力便如同阳光普照一般，自楚风的袖袍散发而出，瞬息便笼罩了这方天地。天哪！这一刻，楚氏天族的那些小辈彻底傻眼了，因为此刻的楚风不是在使用特殊的阵法，而是直接架格自己的结界之力散发而出，所以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够清晰的看到那封锁这方天地的璀璨光芒，乃是蛇纹级仙袍界灵师。你蛇纹级仙袍界灵师？那小白脸似是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他竟对楚风再度询问，似是想要确定自己所看到的一般。我说了，将那楚宪硕叫来，否则你们只能如他们一般。楚风说话间，掌心猛然一握，那封锁这方天地的结界之力便如同受楚风所指挥的千军万马一般，向在场的楚氏天族小辈压迫而去。只在一瞬间，楚氏天族的小辈便全部趴在了地上。胆敢对我们出手，你是想死吗？此刻莫说那个小白脸怒火滔天，咒骂连连，在那些后到场楚氏天族小辈也是开始咒骂楚风，威胁楚风，那口吻与那10位小辈一模一样。别说话了，快闭嘴吧，他真的会杀了我们的，他根本就不怕我们楚氏天族。这一刻，那10位小辈忍不住了，一个个的开口大喊起来。而听得那10位小辈大喊之后，那些小辈则先是一愣，随后也纷纷闭上了嘴巴。他们都知道那是10个小辈是什么个性，那可不是轻易服软的主。眼下他们竟然这么说，这么恐惧，这么害怕，那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眼前的这个楚风真的会杀了他们。当日对你出手的是楚宪硕，与我们没有关系，你就算要算账要报仇，也应该去找楚宪硕才对。那小白脸男子再度开口，相比于其他人，他倒是机智，他没有直接求饶，反而是将罪责推到了楚宪硕的身上。当然他这属于为了自保而背信弃义。这个人虽然机智，但是品德却连那10个小辈还是不如。你们将楚宪硕叫来，我会与他把账算清。楚风说道。不是我不帮你，而是楚宪硕大哥根本就不在狩猎场内。小白脸男子说道。不在狩猎场内？楚风有些意外，楚宪硕大哥只有在第10日的时候才会进入狩猎场。那小白脸男子补充道。楚风将其给提了起来，盯着他的眼睛问道。所言当真？当真，没有骗你，不信你问他们啊。小白脸男子很是坚定地说道。可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目光不定闪烁，连嘴巴都在颤抖，看得出来面对楚风他也很是恐惧。很好，那我就等到他第10日。楚风说道。且说话间，便收回了那压迫楚氏天族小辈的结界之力。我们能走了吗？见自己重获自由，那小白脸男子战战兢兢地问道。走是可以走，不过走之前把你们所得的界灵骨全部交出来。楚风说道。什么？听得此话，小白脸男子有些不情愿了。那还是我自己来吧。楚风说话间，大袖一卷，那挂在楚氏天族众小辈腰间的乾坤袋便纷纷落入了楚风的身前。楚风亲自动手，将他们乾坤袋内的界灵骨全部给取了出来。只是这数量倒让楚风有些意外。楚氏天族这么多小辈，他们自己捕猎界灵兽也就算了，并且还抢劫他人的，可是他们几十人所得的界灵骨加到一起才1万多块，远不如楚风自己所获，着实令楚风感到失望。你们真是不中用啊。楚风将界灵骨取出后，便将楚氏天族小辈的乾坤袋还给了他们。楚风只取界灵骨，至于其他宝物，楚风分文未动。只是哪怕楚风这么做，却也依然引起了楚氏天族小辈的不满。你这是抢劫！小白脸男子以一种指责的语气对楚风说道，就好像他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大好人，所以他有资格批判楚风一般。对于他这种人的指责，楚风不仅不以为然，反而淡淡一笑，对其说道。我今天还就告诉你，我就是要抢你们的，你们能奈我何？楚氏天族的众小辈倍感无语，因为他们的确不能对楚风如何。不妨告诉你们，我楚风今日不仅要抢你们，我还要让你们成为这场狩猎垫底的存在。楚风说道。垫底的存在？你这又是什么意思？你不是说好将这些界灵骨交给你，就放我们走的吗？那小白脸男子问道。其实他心里的算盘打得很好，只要楚风放他们走，就算将那些界灵骨交给楚风又能如何？直到此刻，这场狩猎也才过去了1日时间，还剩下9日可以继续狩猎，继续抢劫他人。只要能恢复自由，他们就可以继续狩猎。更何况等待楚宪硕进来了，那就是楚风倒霉的时候了。放心，我会放你们走的。楚风说话间，忽然双手变化，凝聚了一座特殊的结界阵法，随后手臂一扬，那结界阵法便化作几10道光芒，纷纷落在了那些楚氏天族小辈的身上。你对我们做了什么？这一刻，楚氏天族的小辈慌了，他们感觉到了一种束缚。没做什么，只是封锁了你们的结界之力罢了。你们现在可以走了。楚风淡淡的笑道。你简直卑鄙！楚氏天族的众小辈脸都被气绿了。的确，楚风是放他们走了，可是他们的结界之力却被封锁了。这里本就不能动用武力，若是再无法使用结界之力的话，那他们就彻底成为了废物。莫说继续狩猎、抢劫他人，
就连在这狩猎场生存也都成了问题。卑鄙吗？与你们相比，我怕是差远了。楚风说道。楚是天族众小辈，被楚风气得瑟瑟发抖，可却不知该说什么。走是不走？若是不走，休怪我等下反悔。楚风说道。听得此话，楚氏天族小辈哪里还敢继续停留，纷纷起身向远处跑去。只不过因为他们没有了武力，也没有了结界之力，此刻就如同没有修过武的寻常人一般，他们奔跑的速度可谓非常的慢，一眼望去甚至有些滑稽。这可是平日里高高在上的楚氏天族的少爷和小姐们，此刻却只能落荒而逃。你们还准备在这里待着吗？等下楚宪硕来找我算账，你们不怕被牵连？楚风对身后的那些人说道。听得此话，那些人才恍然大悟，一个个赶忙起身。这里面的大部分人都直接离去了，可是却有一小部分人扭扭捏捏的不肯离去，不仅不肯离去，反而走到了楚风的近前。大人，我们先前也被楚氏天族的小辈给抢了，而他们的界灵骨现在都在您这，您看能不能把我们的那些还给我们啊？其中一人对楚风说道。什么意思？是我抢了你们的界灵骨吗？楚风问道。不是，只是那人还想解释，既然不是我抢的，你找我要什么？谁抢的？你们去找谁要去？冤有头债有主，难道这种道理你们都不懂吗？楚风用那凌厉的目光盯着他们，眼中有着一抹冷漠。楚风不是一个欺软怕硬之人，甚至心底里还是一个比较有正义感的人。虽然有正义感，可是楚风却也不是一个大善人。这些人被楚氏天族小辈抢的时候，连屁都不敢吭一声，现在竟然找楚风讨要界灵骨，楚风岂能惯他们这种毛病？忽然间，楚风手掌一抬，将几百块界灵骨便飞了起来，最终落到了一名女子的身旁。这名女子正是先前被楚氏天族抢劫，但却坚决不给，并且被马脸男子狠踹了一脚的女子。你们其中配从我这里拿到界灵骨的，只有她一个，至于你们，全都给我滚！楚风看着众人说道。这一刻，那些讨要界灵骨的人顿时脸色涨红，也觉得有些羞愧了，纷纷转身离去，不敢再与楚风继续纠缠。毕竟楚风可是连楚氏天族的人都敢打的人，他们自然是不敢得罪楚风的。其实就连先前向楚风讨要界灵骨，他们也是觉得楚风心地善良，所以想占个便宜罢了。眼见着楚风不是个好惹的主，自然就不敢再继续纠缠了。谢谢你，但我需要界灵骨，可以自己去捕杀界灵兽，没理由要你的。然而那名女子却走到楚风近前，将那些界灵骨还给了楚风。我没有怜悯之意，只是单纯的欣赏你的勇气。楚风说道。我也欣赏你的勇气，再会。女子淡淡一笑，还是将界灵骨放下，转身离去。此刻楚风倒也不再继续勉强，只是忍不住感慨道，此处男儿这么多，却都不如一个女子有骨气，真是悲哀。可是就在这时，这方大地又忽然剧烈的晃动起来，与此同时，一道道红色的气体开始自的底深处掠出，在楚风的不远处交汇相融。看着那不断相融的红色气体，楚风也是站起身来，他能够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不断的凝聚。当这股红色能量体的出现，立刻引起了在场之人的注意。莫说那强大的气息令人感到畏惧，就连虚空也是变得血红，就仿佛某个可怕的生物就要降临了一般。快走，快走啊！此刻在场的许多人都发出了惊慌的尖叫。此刻除了楚风之外，所有人都是加快了逃走的步伐，尤其是楚氏天族的那些小辈。别看他们已经被楚风束缚了力量，可是他们却依然是楚氏天族的小辈，所以他们干脆命令那些人，让那些人带着他们逃走。而那些人哪里敢违抗楚氏天族小辈的命令，只能听从他们的指挥，带着他们逃脱。看来那个丫头并没有骗我啊！然而就在众人拼命的逃走之际，楚风的脸上却涌现出了一抹兴奋之色。在楚风来看，这红色的光芒体显然在汇聚而成一个庞然大物，而楚风不由得想起了夏雨儿所说的那只界灵兽。本来楚风以为夏雨儿是骗他的，但是现在来看，他是夏雨儿没有骗楚风，只是这只界灵兽出现的时间稍微晚了1天而已。果不其然，那红色的气体最终化作了一只高达100米、长达1000米的巨兽。这只巨兽长得如同犀牛一般，可是它的头上却长了3只牛角，并且每只角都如同利刃一般，长达几10米。这只界灵兽与楚风之前所看到的所有界灵兽皆是不同，他看到楚风之后没有一丝恐惧，反而杀气腾腾的就向楚风攻了过来。别看他体型巨大，可是却一点也不笨拙，速度极快，眨眼之间便来到了楚风近前。那3只牛角正对着楚风便呲了过来。眼见不妙，楚风赶忙布置一座防御阵法进行抵挡，可是只听一声巨响传来，楚风的阵法便被轰飞开来，而楚风更是被那牛角正面击中。一时之间，楚风受到强大的冲力，直接被顶飞开来，笔直的射向虚空。直到数万米之后，楚风才稳住身形。虽说楚风最终还是被那界灵兽击中了，但楚风却并未受伤，因为楚风在自己的身上也附加了一层结界阵法，这结界成功的抵挡了那界灵兽的攻击。好家伙，有些厉害啊！楚风站在天际之上，并没有轻易的下去，他发现这只界灵兽的力量可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强。踏！可就在这时，那只界灵兽脚踏虚空，一步一步的向楚风追了过去。这只界灵兽竟然还能够御空而行，来吧，我倒是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强！楚风大喝一声，随后便凝聚一道移动阵法在脚下向旁窜去。而在楚风逃窜之际，道道攻杀阵法也不断自楚风的身前浮现，攻向那只界灵兽。一时之间，天际之上轰鸣滚滚，涟漪四射，楚风与那只界灵兽战得难解难分。那楚风倒霉了，想不到此处竟然有这么恐怖的东西，那东西该不会就是……
仙冰山庄所说的惊喜吧。此刻，楚氏天族的那些小辈在旁人的帮助下，已经远离了楚风与那只界灵兽大战的区域。可是，他们依然能够听到阵阵轰鸣，以及那界灵兽恐怖而愤怒的咆哮，那声音非常的恐怖，就好像哪怕虚空它都要吞噬一般。这足以证明这只界灵兽的暴力以及强大。所以，楚氏天族的小辈们便都觉得楚风死定了。快看看那楚风怎么样了！小白脸男子对其中的一名女子说道。而在小白脸开口之后，那名女子便取出一面镜子，这个镜子很小，只有指甲盖大小。这女子将一只眼睛闭上，另一只眼睛却睁开。而当女子将那镜子放在睁开的眼眸之前，那本平常的镜子竟然绽放出异样的光芒。原来这镜子乃是一件至宝，可以观察到远处的情况，哪怕没有武力，没有结界之力，也同样可以使用。并且这面小镜子非常好用，至少在这个距离上，他凭借这面镜子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楚风与那界灵兽的状况。然而当女子观察到一切之后，那女子却顿时张大了嘴巴。怎么样？怎么样？那楚风是不是已经被那恐怖的物体给折磨得够呛？这一刻，小白脸男子追问起来。与此同时，楚氏天族的其他小辈也都凑了过来，他们的眼中、脸上都充满了期待，期待着楚风被那只界灵兽所击败，最好是被那只界灵兽直接杀死，他们才高兴。那是一只界灵兽，很大，也很强，我从没见过如此强大的界灵兽。女子说道。哈哈，原来这惊喜就是放出了这样一只恐怖的界灵兽。这下那楚风倒霉了吧？真是活该，让他狂妄自大，我们都逃，唯有他不逃，这下自食恶果了吧？听女子这样一说，楚氏天族的众小辈顿时一脸的幸灾乐祸。但是那楚风已经压制了那只界灵兽，那界灵兽已是处于下风。那女子说道。什么？怎么可能？那么强大的界灵兽会被楚风压制？楚氏天族众小辈有些不信，虽然他们已经失去了武力和结界之力，但是只凭直觉和肉眼的观察，他们也能够意识到那个红色物体的恐怖，那股力量太强了。若是他们还能使用武力，尚且能够对付，可是若是只凭借结界之力的话，在他们看来，就算楚宪硕也对付不了。一个连楚宪硕都对付了的存在，竟被楚风压制了，他们怎么能不信？好像没动静了，那只界灵兽该不会真的被那个楚风给压制了吧？楚氏天族的众位小辈说道。而此刻的他们也是注意到，那女子的整个脸都变得苍白，脸上挂满了复杂之色。怎么了？见此情形，楚氏天族众小辈连连追问。那界灵兽已经被楚风杀了，而且他死之后化作了大量的界灵骨。那女子说道。大量的界灵骨有多少？楚氏天族众小辈问道。怕是有100万块还要多。那女子说道。听得此话，楚氏天族的众小辈顿时张大了嘴巴。100万块界灵骨，这代表着什么？他们非常清楚，这个数量的界灵骨足以稳拿这场狩猎的第1名，哪怕他们所有人的界灵骨全部加到一起，也无法动摇。不仅是界灵骨，还有许多至宝。那女子说道。竟然还有至宝？楚氏天族的众人越发惊讶，忍不住追问道。都是什么至宝？好多，全部都是结界之术所用的材料，不仅有炼器的，还有炼药的、布阵的，应有尽有，而且都是颇为珍奇的材料，尤其是炼器的材料更是珍奇的很。这一次仙冰山庄可真是下了血本了，竟然连送出了这么多宝贝。那名女子说道。这个家伙竟然捡到了这样的大便宜。此刻楚氏天族众小辈的脸上充满了嫉妒的神色，他们终于知道这一次狩猎的惊喜是什么了。无所谓，只要等到楚宪硕进来，他在这仙冰山庄所得到的一切就都不再属于他。楚氏天族的那位小白脸说道。对，说的没错，虽然不知道那个家伙是用什么手段击溃那只界灵兽的，可就算是再强，也绝对强不过楚宪硕大哥。楚氏天族众小辈奈何不得楚风，便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楚宪硕的身上，并且从他们的神态上看得出来，他们对楚宪硕充满了信心。此刻楚风就站在那界灵兽的尸体前，他的尸体依然是庞然大物，只不过却不再是猛兽之躯，而是化作了上百万的界灵骨以及诸多光芒闪烁的宝物。看着眼前这些由诸多至宝堆积而成的小山，楚风的脸上也是充满了喜色，因为身为界灵师，楚风也是非常清楚这些宝物的珍贵性，这可都是非常稀奇的材料，对于界灵师来说，这简直就是梦寐以求的。更何况楚风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炼制兵器的材料以及强化兵器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此刻在他的面前全部都有，而且这品质比楚风想象的还高，可以说超出了楚风的期望，这可真是天助我也。看来回头我倒是要谢谢那个丫头了。楚风喜出望外，同时对夏雨儿的印象倒是也改观了一点，因为那只界灵兽很难缠。楚风起初本来想通过自己的力量击败那只界灵兽，可是楚风却发现凭借他的手段击败那只界灵兽很难，最多只是战成个平手，继续纠缠下去也只是浪费时间。所以最后他只得听夏雨儿的提醒，施展全力向那只界灵兽的弱点攻去，而最终的结果就是这只界灵兽成功被楚风击败。夏雨儿并没有欺骗楚风，而若不是夏雨儿提醒，楚风怕是也很难寻找到这只界灵兽真正的弱点，因为这只界灵兽伪装得很好，若是楚风自己观察，基本寻找不出它的弱点。可以看得出来，这只界灵兽应该是一个强大的界灵兽所造就而成。这仙冰山庄别的不敢说，但是界灵师一定是藏龙卧虎。楚风这么多界灵骨，依我看，你就算不再继续捕杀界灵兽，也足以拿到这场狩猎的第1名了吧？女王大人说道。我觉得也差不多了，但不管如何，还是要确定一下。楚风将眼前的所有宝物收起来之后，便再度布置阵法，凝聚出那只带着翅膀的猎豹，随后快速的移动开来。
楚风是打算走遍这个狩猎场，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地方的界灵兽比自己先前猎杀界灵兽的地方还要密集。这么做为的是确保万无一失。而经过楚风的观察，楚风得以确定，这整个狩猎场怕是也没有比那只红星号星号灵兽所出现的区域界灵兽更密集的地方了。以楚风现在所获得的界灵骨，足以获得这场狩猎的第1名。确定之后，楚风干脆不再做无谓的猎杀，而是找了一个地方布置了一座隐藏阵法，藏在其中。楚风是要练兵，准确来说是强化兵器。楚风是强化他的半成仙兵神龙血齿。楚风，你真的要这么急吗？这场狩猎的时间可是所剩不多了，眼见着楚风真的要强化神龙血，女王大人不由得开口劝说。上次炼化神龙血齿，楚风在黎月儿的帮助下还用了3个月的时间，而现在这场狩猎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了。女王大人怕楚风在强化神龙血齿的关键时刻忽然被打断，导致出现问题。毕竟练兵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上一次的楚风就差点出事。嘿嘿，我的女王大人，这一次你相信我，我有自信，不出6日就能将这神龙血齿强化成功。楚风说道。此刻的楚风充满了自信，是真正的信心，而不是盲目的自大。随着修为的提升，楚风的界灵之术也随之提升了，并且经过上次的练兵，楚风的也获得了炼制兵器的经验。那样的收获对于楚风练兵上的进步可以说是质的飞跃。再加上此次练兵的材料比楚风预想的还要好，这也大大减少了强化兵器的难度，所以楚风才有了此刻的自信。既然你都决定了，那就做吧，不过切记，若是不妙，立刻退出，不可强为。女王大人很是认真的提醒道。她真是害怕楚风出现意外，因为有的时候楚风的确倔强的如驴一般，谁劝都没用。放心，这次一定不强为。楚风笑嘻嘻的保证道。随后楚风便开始布置阵法，强化自己的神龙血齿。这一次的楚风操作起来行云流水，如有神助一般，所有程序都接近完美，而这也大大的增强了楚风强化神龙血齿的速度。只是5日，楚风只有了5日时间，就已经完成了神龙血齿的强化。此刻的神龙血齿已经变了样子，不再是最初的粗糙模样，而是变得非常精致。这是一把血红色的大齿，宽2尺，长2米，通体红色，上面刻画一条巨龙，两边锋芒毕露，一眼望去简直就如同艺术品一般，对视觉可以造成极强的冲击力。神龙血齿不仅样貌变了，就连气息也变了，它变得更强了，至少不弱于夏雨儿的那半成仙兵。在楚风看来，倘若夏雨儿所用的半成仙兵乃是半成仙兵中的极品，那么此刻他的这把神龙血齿便也是半成仙兵中的极品。虽然强化兵器已经结束，可是楚风的眼眸却紧紧地闭着。良久，楚风才再度睁开眼眸，而当他的眼眸睁开之际，其中便充满了狂喜之色。这天君炼兵图果然是件至宝。楚风欣喜若狂，竟兴奋地大喊起来：哎呦呦呦，怎么这么高兴？看来你此次又领悟到了修武之道了。女王大人笑嘻嘻地问道。他其实已经断定楚风已经通过这次强化半成仙兵而领悟到了修武之道，并且领悟到的一定很多，否则楚风不会这般。这一次领悟的修武之道比上一次还要丰富，这让我对修武这条路有了全新的认识。我仿佛已经看到了突破到2品真仙的契机。淡淡，我想立即尝试突破。楚风说道。你要在这里进行突破吗？虽然你是身在狩猎场内，可是你修炼的乃是神法玄功，哪怕你在狩猎场内，可是只要你成功突破，那么狩猎场之外还是会出现神雷，你是要引起轰动的。女王大人说道。没错，我要的就是引起轰动。楚风说道。你要故意引起轰动？本女王懂了。女王大人起初有些惊讶，但是很快的，在她那绝美的小脸上便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情。小子，你这是越来越聪明了呀，不枉费本女王对你的栽培。女王大人以夸赞的语气说道，但这俏皮又傲娇的样子却更像是在夸赞自己。而事实上，淡淡她的确已经知道楚风的打算了。楚风现在已经得罪了楚氏天族的小辈，而楚氏天族的小辈在大千上界的地位那可以说是高高在上的。虽然在这高手如云的大千上界内，楚氏天族那些小辈的实力谈不上强，但是在大千上界，敢光明正大对付楚氏天族小辈的人却也少之又少，敢光明正大得罪楚氏天族小辈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而现在楚风已经得罪了楚氏天族的这些小辈，就等于是犯下了死罪。楚风很清楚，楚氏天族的那些小辈一定不会就此作罢，还会找他复仇，所以这个时候楚风必须尽快提升修为。既然有了眼下这个尝试突破的机会，楚风再不能错过。万一成功了呢？若是楚风成功了，那楚风就可以成为2品真仙。凭借楚风的种种手段，哪怕是楚宪硕身为4品真仙，可楚风也有了与他一战的实力。然而这只是其一，还有其二。这其二便是楚风为何要故意引起轰动。在大千上界这种地方，楚风想要安然脱身，只能够与楚宪硕抗衡还不够。毕竟就算楚宪硕对付不了楚风，也有可能会有其他人站出来对付楚风。毕竟在这大千上界内，想拍楚氏天族马屁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了。这种时候，楚风需要展现自己的实力，只有展现自己的与众不同，才能让人忌惮。所以他要引起轰动，要让所有人清楚，他楚风并不是一个小角色，谁要对付他，还要掂量掂量。而这样的轰动，9天之上的神雷浮现，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想法是好的，但是能否突破，我也并不清楚。楚风的确没有把握，管他成不成功呢，试试再说，反正时间来得及。女王大人说道。我就是这么想的。楚风说做便做，立刻盘坐在地上，通过自己此次获得的修武之道，尝试突破自己的修为，向2品真仙境发出冲击。狩猎场外人山人海，不仅那些未能如愿以偿
参加狩猎的人还在这里，也有许多单纯的围观群众聚集在此处，他们都在等待第10日的到来，他们也都想要看一看楚宪硕能否成功夺得这场狩猎连续10年的第1名。所以这场狩猎的主角无疑就是楚宪硕。可是楚宪硕现在却还没有进入狩猎场，就像是旁观者一样，在看台之上休息。他那悠哉的模样，倒也是彰显出了他的自信。他几乎有着100%的把握，能够取得这次狩猎的第1名。轰！可忽然之间，天际之上传来一声声震耳欲聋的轰鸣。那轰鸣响起，大地都随之战栗，就好像为之而感到恐惧。当雷声响起之后，9天之上更是出现了耀眼的9色光芒，那是9种颜色的雷霆。9色雷霆如同一条条巨龙一般，在天际之上舞动奔腾，仿佛连虚空都已经被他们撕裂了。此时天色已黑，所以那9色雷霆可谓格外的耀眼，就连大地都被他们照得通明。可是那9色雷霆明明在虚空深处，在那无人能够到达的地方。9色神雷，这是天级血脉之人要突破修为了。这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天际之上，在他们的脸上都挂满了惊骇之色。其实在大千上界这种地方，除了楚氏天族之外，也有其他天族。虽然那些天族之人与楚氏天族相比，简直就是天差地别，可是每当有人突破修为之际，也都会引起九雷在天这等壮观的异象。所以大千上界的人基本很少有人没有见过九雷在天的异象。事实上，对于在场的许多人来说，这种异象已经见怪不怪，因为实在看得太多了。可是今日这虚空之上的异象，却让所有人都是在举目观望，就好像这是极为少见的壮观景象一般，让人都想多看一眼。甚至在他们的眼中，无一不是挂着惊骇之色。我的天啊，那天上的神雷好像连虚空都撕碎了，太震撼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此等异象，究竟是何人将要突破？这该不会是楚氏天族内某位大人物要突破了吧？很快的，人群之中传来各种惊叹之音，人们都将目标锁定在了楚氏天族之上，因为楚氏天族内有人修炼的自伐玄功非常厉害，所以那种人所造成的异象也是非同凡响。而只要想到楚氏天族，几乎所有人都不由自主的看向了那观看台上的楚宪说一眼，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天雷？然而此时此刻，就连楚宪说也是眉头微微皱起，在他的眼中散发出了不解与迷茫，因为哪怕身为楚氏天族族人的他，也从未见过如此骇人的景象。这忽然间出现的天雷让他想不通究竟是从何而来。就在此刻，又是一声巨响传来，那9色雷霆竟然相互交融，化作一道9色雷霆，从那9天之上奔腾而下，向大地飞落而来。不好，那天雷好像是向这里轰来的。这一刻，有人发出一声惊呼：不会吧，怎么会是向我们这里？就算是楚氏天族的大人将要突破修为，也不可能在这里闭关修炼吧？有人产生了怀疑，不对，就是我们这里，那天雷就是向我们这里轰来了。但是随着那9色神雷的靠近，人们越发的确定，那9色神雷虽劈落的地方就是他们这里。而随着9色神雷越靠越近，那大地的颤动也是越发的强烈。与此同时，人们的内心也是越发的恐惧，因为他们都能够从那9色神雷之中感受到毁灭性的力量，就仿佛那雷霆只要落下，他们在场的所有人都要死，怕是这片区域都将化为灰烬。不对，这感觉不对，这根本就不是突破修为的异象，而是浩劫，这乃是天降浩劫！大家快逃，快逃啊！猛然间，有人传出一声惊呼，而当那声惊呼传来之际，还有人拔空而起，向远处逃窜而去。天哪，竟真的是浩劫吗？大家快逃，不要再看了，再晚逃一会，我们都将死在此处。下一刻，很多人都发出了这样的声音，这片区域的人海彻底炸开了锅，许多人都是拔空而起，施展出自己最强的手段，以最快的速度向远处逃窜而去。他们已经坚信，那根本就不是天级血脉者突破修为而造成的异象，因为这9色雷霆的气息实在太恐怖，那种毁灭性的冲击力让人发自内心的感到畏惧。他们从未见过这么可怕的雷霆，所以便确定这乃是浩劫，是浩劫降临了。然而就在众人慌乱而逃之际，那即将劈落下的神雷却忽然不见了。当劈落而下的神雷消失之后，虚空之上的雷霆也开始渐渐消退，刺耳的雷鸣也是渐渐变弱，就连大地的轰鸣也是随之变小了。这一刻，无论是已经逃的还是准备的逃的，都停了下来，所有人都在举头观望。无论是赫赫有名的强者，还是那些无形的小辈，在他们眼中都挂着相同的神色，茫然。